哦，又，现在又到榴莲季了。王太，你懂吃榴莲吗？懂啊。我觉得最近这一阵子的，榴莲的价格也是非常的亲民，非常的实惠，真的是到了那个阿聪吹水堂里面，他说到的，他说猫山王一下了那个就是40几 kilo 40几马币1 kilo 的这个时候，就是应该吃的季节了。30多的时候可以吃了。那最近在马路上经常可以看到，甚至是20多块钱1 kilo 的这个那可能是相对小一点的，一般有30多的会比较多。但昨天我们吃了25 ringgit per kilo 的这个也很不错，也很不错，也是老树，而且虽然个头比较小，对吧？还包刺，老板还多给了一些，对将近5 kilo 了，就收了100马币这样子。那讲起来吃榴莲啊，是在马来西亚生活中的一件大事。那我们来之前刚来和到现在，应该说也经历过3个阶段嘛。对，刚在中国的时候，还是泰国榴莲比较多，我们订的都是那种泰国的什么金枕头啊这种。苏丹王。那是什么样的榴莲啊？你能评价？那个榴莲跟现在马来西亚吃到的榴莲比，你就觉得不值一提了。不值一提是在于说那些泰国产的榴莲，它的比较大的特点是相对它的水分含量比较高。其实你要说我们要说绵密啊 creamy 的口感，泰国榴莲是很少，我可以说是可能30%会有这样的一个口感啊。这个30%可能在一个整果里面，它可能有30%的果肉是会给你这种感觉，但是大部分的果肉，你吃到那个特别硬的生果概率是很高的。但是你到马来西亚来之后，我真的是觉得。它的这个榴莲的话是可以生动形象的诠释什么叫做绵密。对的，而且现在想起来哦，就泰国的当时吃的这种榴莲，它的首先你要论甜度，好像也没有马来西亚的甜度这么高。论这种滋味的丰富程度，苦味啊、甜味啊、香气啊，好像跟这里的比还是逊色了不少的。对。然后还有一个很大的感触我觉得在中国吃到的这个泰国榴莲，那个和在马来西亚我们吃到的马来西亚榴莲，我觉得人对榴莲的态度不一样。我是指卖榴莲的人对榴莲的态度是不一样的。这有意思。你看我们中国吃到的泰国榴莲，基本上是个头很硕大的，一个是5、6公斤的，是很普遍的事情。球大肉多。对，平时你看到在水果店里卖，也是以这种扔在地上，然后这个有一些裂缝，你感觉就是不是特别金贵的那种感觉嘛。但是你看我们在马来西亚看到这些榴莲哦，这些卖榴莲的人的这个神情哦，他首先对自己的榴莲都是有点捧在手上，小心翼翼，视为掌上明珠的这个感觉。对，我们经常去的那个榴莲档老板，你的一个形容我觉得很有趣，他的那个长相就是5大3粗的，你可能顶着一个大肚子，像《水浒传》里面的那种正屠户的那种感受，就是像张飞一样的。但是他一讲到榴莲，跟你讲到跟榴莲所有相关的话题，他就立刻变身成为像幼儿园老师那个样子的温情。我把它形容为叫张飞的外表，幼稚园老师的声音。这个很好的，老树的，对了，就是这样。对，然后你就发现说，好像我们接触到的所有跟我们一起谈论过马来西亚榴莲的这些马来西亚的人，他们都带着一个是自豪，对，第二个就是说把榴莲是很珍视，对，然后第三个是说他会告诉你吃榴莲的一些品味的讲究。对，他们喜欢吃的就不是我们以前传统认为的榴莲甜就可以的，他们追求的是要苦，对吧？是，那一下就讲到马来西亚了啦。那我们第一重是在中国，这个泰国榴莲很快就吃完了。那即便在中国吃到的泰国榴莲也是相对比较贵价的，而且它的发展趋势是开始有马来西亚的进口，也有所谓的叫泰国老树榴莲。对，这个是第一重啦，应该讲这个境界和它的发展。第二重境界呢，我想讲就是刚到马来西亚，那个是虽然你说榴莲的老板还是这样的，但我们是比较放肆吃的，就像在吃宴席一样坐下来点2个，然后很快的居然能够吃完。现在想起来，对，以前我们经常就是去 SS2 那边榴莲店很多嘛，地点在 SS2 比较多。对我们来讲的话，作为外国人，完全就是属于像拔草，就是每一个品种都要尝过来，像神农尝百草，我们是老王一家尝榴莲，各个品种都吃了一个遍。但是实话实说，有一些味道不是那么的，就每一种给我们的差别体验不是那么的明显。可能除了猫山王是带苦味，还有黑刺，我们可能是追求说从来没吃过，大家在中国都会说黑刺是
榴莲中的珍品。对我们来讲，我们吃完也就是觉得甜，然后就结束了。对，好像那个时候并没有这样一个，我觉得是离不开榴莲，或者说是欣赏，然后有自己的想法的这样一个阶段。就像刚刚成人啊，我们会学去吃法餐啊，或者那些西餐，就你既很把它当一回事，你看要去那里吃贵价的，坐下来都要吃很多片，但是呢又其实不是那么懂，就是你跟他的这个关系没有处理得很好。我觉得当时吃榴莲是这样的一个心态，但是因为比较现在的话就不一样了。对啊，但是呢，我想说第二个阶段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对吃榴莲这件事情重塑的一个认知，保持兴趣。因为你在中国你买到了一个不好的榴莲，开出来是生的，你是求爷爷告奶奶都没有用，再拿过去跟店主换是不可能的事情，对吧？打开了一扇门嘛，就是自认倒霉嘛，你感觉像赌博一样。但是这边是榴莲店，他给你当场劈开，大部分都是当场劈开，然后看到有这个生果，然后过熟的果，直接就给你替换掉。不管是 SS2 的那些价格比较贵的，他们就是游客，像我们这样的游客会经常去的店，还是说街边的话，大家甚至我们有一次买到家之后，发现生果，你再回去，人家二话不说就给你换了，他都会负责的。这种榴莲的这个业态，然后所有的好像类似于像一个已经形成共识的一种服务标准，这个是让我们很新鲜的一种体验。OK， 到了今年榴莲季又来了。我们是怎样进入到第3个阶段，就现在吃榴莲的一些心态呢？我觉得有点类似于像说大马的人情社会，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也想讲这个，认识了榴莲的人情社会，就是你首先要找到一个小的档口，一下子让你一吃钟情的这个榴莲之后，对于你来说的话，我们经历过一个心态，就是说，哎呀，所有都是猫山王老树榴莲嘛，无所谓的，只要叫老树，我们就可以去吃。但是你会发现说，叫老树的口味千差万别，对吧？对。然后你接下来就会发现，吃来吃去，然后图便宜也好，然后觉得不服气也好，吃来吃去还是那一个，就真的是老树年份越久的那个越好吃，而且是那个档口，它永远能够给你出品稳定口感的那个档口才是最适合你的。对，而且还要认老板，你还认准了这个老板，每次去他说啊，老板娘又来啦，然后我们还会跟他聊上几句最近碰到的新鲜事，就这个买的过程也挺有意思的。慢慢你就会了解关于榴莲的边角料的各种各样的文化和知识，好像我们没有第2阶段吃榴莲那么正式，但其实对榴莲的爱在增加，对它的那种熟悉程度，那种举重若轻啊，就好像它是我可以想要吃的时候吃，但我不会一下子吃那么多，就吃个小几片买回家，就是把它把玩在手，但是非常能够欣赏它的这种态度，而已经跟它成为一种朋友了。我觉得心态也发生一种变化。我觉得吃榴莲已经变成一种生活方式吧。对的。家里面我们应该是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差不多接近半年以上，我们家里面冰箱里面总是会有榴莲，对吧？对。我们不一定每天去吃，但是我的冷冻室里面总是会放一点。对啊。你看，就是吃的方法也变了，买回来吃，冰个1-2天吃，和冰上时间再长一点，它的口味也不同。对，尤其是冰完以后，我觉得它慢慢的变成霜化，在这个软下来，你可以一片可以吃很久，那个还是挺享受的一个事情。对，然后你会发现说不同品种，我们家所有的品种基本上都吃过了冻的榴莲，然后我印象最深的是。吃完之后，我们还是会说一句，还是猫山王最好吃，可能最为符合我们的俗是俗哈，但是确实它的风味还是不错。我其实挺想再试一下更苦一点的，但你跟 Wilson 还是更喜欢猫山王嘛？我觉得和这些老板啊，每一个人去大马人啊，你跟他。如果说你和英国人是聊天气，那你跟大马人就可以聊榴莲。我想说，我们喜欢，我跟Wilson喜欢猫山王，可能是出于小农经济，就是比较抠门的考虑，因为我们现在吃到的老树猫山王，它的核很小嘛，相比于其他一些品种，它的核都比较大，我们会觉得吃到就是赚到的感受。还有一点啊，我是刚刚讲啊，我很喜欢和当地人去聊榴莲。你看之前就有人告诉我们，他说哎呀，就是榴莲掉下来，你去拍它的那一下会把它激活。对，这个做法我很好玩，就是说所以就有人发明出了用网来接住这个榴莲，因为榴莲从树上熟了掉下来之后，那个很重的一击据说是会唤醒榴莲自我成熟的这样一个开关，那它就会开始慢慢的就是它的那个叫 ethylene 的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
ethylene 它就是开始让它的果肉变得成熟嘛，然后很快就会坏掉，可能2-3天就会坏掉。但是据说用网兜入，它掉地之前，当我感受到冲击很小，就是它还是处于一个沉睡的过程，这样才能够保鲜。这很好玩，你就感觉啊，榴莲也有灵性啊。对啊，然后你会看老板每次在开之前也是像打屁股一样，蹦蹦蹦的会敲击它一下，然后再把它给劈开。还有老板会告诉你说一些奇怪的知识。昨天那个老板就告诉我们，他说啊，所谓榴莲有2季，是因为天气不够热的时候，可能只有70%的榴莲开始掉果，另外30%很聪明，他们会再等到下一次的机会。这再过90天，或者是110天、120天，随着不同的花期和果期，它到下一轮，也就是差不多年尾的时候再会掉，就这样才会形成所谓的2期啊。所以你感觉是榴莲园那边的榴莲树在开会，然后再进行一个群体的这样一个。对，这次掉多少？哦，这些天气只能掉70%，你们不要掉啊，你们掉。对，还有你看哦，这马来西亚这边开榴莲用的都是很小的一个菜刀，然后每次是老板们要把那个榴莲托在手上，然后放在眼睛这个位置的平视高度，用手慢慢的咚这样敲开来，力气也不是很大，就是感觉这个动作就是真的是掌上明珠啊。对啊，托举掌上明珠很好玩，每一次看这个我都觉得是一个享受。对，我相信由于种植的范围啊，还有相对经济的情况，更多的大家还是会去卖猫山啊、主角啊、XO 啊、101啊这些所谓名种榴莲会更多。对，所以往后面去看，你说未来去吃什么样的榴莲，我就觉得，这可能就又会变成一种探索期，就变成大家讲的什么山榴莲啦。那种像我们一个朋友讲叫金凤啊，就苦味和甜味都是在他喜欢的一种范畴。各种各样的干蹦，甚至于连名都没有的，就变成一种往后去探索，应该是我后面想象要去经历的一个境界。对，可能接下来就是你找到了你心中所属的，这样你最爱的那一款榴莲，然后久久不能忘怀。所谓的就是像张爱玲那个白玫瑰与红玫瑰一样，对，心中的一颗朱砂痣。还有各种吃法，有些人不是说会放到粥里面吃吗？配白饭还有配白饭，还有榴莲壳什么炖鸡汤。这种就是一些往后面的一些探索了，我倒是挺想再接着去开发这第4、第5阶段。当然，我觉得说马来西亚榴莲因为这么好，很多又都是老树嘛，你那么多年，一年一年的口味才会变得更好，又等着它掉。注定呢，我觉得不要去和泰国的去比，因为很多档口老板非常傲娇，说哎呀泰国的不好吃的啊，那个不好，我们这个才是榴莲。我觉得没法比了，只能讲泰国榴莲在商业上肯定是成功的，对，它销量大嘛，品质可能没有大马的这么好，但是大马榴莲就让人有一种，你看你不懂啊，有这么多品种哦，这个是我们什么榴莲园的哪一棵树哦。有这种小小的乐趣在里边，保持着可能也挺好的。是的。所以作为榴莲爱好者，现在真的是老鼠掉进米缸里的这个榴莲季，好开心啊！